一提起毒蛇，大部分人第一反应都会想到五步蛇、银环蛇这样名气与实力并存的品种。不过极少有人知道，自然界中还存在着很多更令人恐惧的毒蛇。在前几年的时候，湖北十堰某保护区中出现了一种长相怪异的蛇类，它的身体通体呈暗紫色的状态，但头部却是十分罕见的白色，这不由得让人一惊。几乎没有人见过如此特殊的蛇类，那么它究竟是何方神圣呢？为了能够搞清楚这类蛇的真实身份，保护区内的工作人员冒着危险拍摄了它的照片。经过专家的仔细鉴定之后，确认这是一种名为白头葵的毒蛇，是来自我国土生土长的品种。它们拥有着一对巨大的毒牙，平时隐藏在上颌前方两侧，只有在进行攻击的时候才会弹出来。也正是为了能够方便隐藏毒牙，葵科蛇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它们的头部会呈现出倒三角的形状，为毒牙留出了足够大的隐藏空间。不仅如此，白头葵蛇也被媒体称之为中国第一毒蛇。它们究竟有多恐怖呢？作为我国27种毒蛇之一，白头葵蛇的强大之处自然是来自于它们的毒素。在众多毒液种类中，白头葵助攻血液循环方面，也就是说，当它的负责进入了血液中，就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，导致人体出现心跳加快等症状，最终导致死亡。并且根据专家们的研究，发现白头葵蛇的毒性非常强，甚至远远高于五步蛇，着实是令人害怕。既然白头葵蛇的毒性远远大于五步蛇，那么是不是就代表着被它们咬中后就一定会死呢？其实毒性的高低并不能成为评判一个毒蛇毒性的唯一标准。虽然五步蛇的毒性比不上白头葵蛇，但它们却能够置人于死地，可白头葵蛇却无法做到。所以在自然界中，人们对于五步蛇的恐惧害怕非常大的。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俗话说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在耍流氓。虽然白头葵蛇的毒性很强，甚至在所有种类的毒蛇中都名列前茅，但是它们的体型很小，所储存的毒液剂量也比较少，所以就算它们把所有的毒液都注射到成年人的体内，都未必能够达到致死量。而五步蛇就不一样了，五步蛇的体型比较大，所储存的毒液也比较多，因此就算它们的毒性比不上白头葵蛇，也足以让一个成年人死亡。既然白头葵蛇致死的概率比较低，那么被它们咬伤后都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？白头葵蛇一般不会在白天出现，只有到了晚上的时候才会外出觅食。虽然它们的毒性比较强，但是对于人类的攻击性却没有那么高，所以只要没有主动招惹它们，大概率是不会被咬伤的。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，白头葵蛇与其他血液循环类毒蛇相同，一旦被它们咬伤，会感觉到伤口十分疼痛，并且红肿化脓也是必然会出现的症状。更重要的是，到目前为止，并没有研制出针对白头葵蛇毒液的抗毒血清，因此大家在野外还是要格外注意。既然如今的医学界还没有研究出白头葵蛇的抗毒血清，那么如果不慎被咬伤，又该如何是好呢？一般情况下，一旦有人被白头葵蛇咬伤，医生会选择使用其他葵科蛇的抗毒血清，对于白头葵蛇的毒素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。不过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，如今白头葵蛇的数量并不多，甚至十分罕见，所以被咬伤的概率非常低。可是白头葵蛇既然是我国本土的毒蛇，为何数量却这么少呢？其实白头葵蛇数量的稀缺与它们本身的生活习性脱不开干系，它们一旦被人们圈养，就会选择不吃不喝，宁可将自己饿死也不屈服。曾有欧洲的科学家将它们带走进行人工饲养，但却没有一个成功的。对于白头葵蛇来说，只有大自然才适合它们生存。不仅如此，对于环境要求极高的白头葵蛇也受到了环境改变的影响，人类可以说是造成这种原因的罪魁祸首。数量极少却无法进行人工饲养，也就导致了白头葵蛇至今依旧保持着濒危的现状。不过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自然环境对于野生动物生存的重要性，这几年也在大力改善。相信随着人们不断努力，白头葵蛇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